婆婆甩500万逼我离婚，我含泪签下协议，带球跑藏了5年，再相遇，前夫却步步紧逼，要我给他个名分。我笑了，想当我孩子的爹，你还不够格。我带儿子去科技馆参加亲子体验，他却被锁在模拟太空舱里，灯光失控，警报刺耳，舱门根本打不开。我冲破警戒线，急得声音发抖，求求你们，快救救我的孩子！工作人员站在操作台前，看着上面的乱码，束手无策。一个男人突然越过人群，径直走到操作台前，推开那个满头大汗的主管，想让舱门安全打开，就别乱。谢总。主管像看见了救星，声音都在发抖，我浑身僵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谢林洲，耀晨科技的总裁，也是我的前夫。他穿着黑色高定西装，身形挺拔，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迅速敲击。主管在旁边配合他拉下备用电闸，厚重的舱门终于缓缓弹开。星瑶，我猛地冲过去，一把将儿子抱进怀里。星瑶大口喘着气，小脸煞白，双手死死搂住我的脖子。妈妈，她声音发哑，却倔强地忍着眼泪，没有哭出声。我紧紧抱着她，浑身都在发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没事了，妈妈在，没事了。谢林洲停下手里的动作，他转过身，目光越过人群，直接落在我身上。他原本冷漠的眼神，在看清我脸的瞬间彻底凝固。温之意，他声音发哑，带着极度的不可置信。5年前的记忆瞬间刺痛了我。那时候，谢林洲在国外进行为期1个月的绝密 AI 项目封闭研发，所有通讯设备被上交。他母亲罗曼青趁着这个时间差，带着保镖冲进我的出租屋，把离婚协议和一张500万的支票砸在我脸上，签了它，离开海城。你这种毫无背景的女人，根本不配进我们谢家的大门。那时候我刚查出怀孕2个月，我疯狂给谢林洲打电话，却只换来冰冷的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罗曼青高高在上的看着我，冷笑着告诉我，谢林洲早就默许了这一切，他一回国就会和苏家千金订婚。我没有拿钱，签了字，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彻底消失，切断了所有联系。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重逢。我根本不想理他，抱起星瑶就往外走。站住！谢林洲大步跨过来，直接挡在我面前。他低下头，视线落在我怀里的星瑶脸上，那一秒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星瑶缓过劲来，好奇地转过头，看向挡路的男人，周围的空气瞬间安静下来。星瑶的眉眼、鼻梁，甚至是微微下撇的嘴角，完全和谢林洲一模一样。谢林洲死死盯着星瑶的脸，胸口起伏明显变大。星瑶看着谢林洲，突然开口：“叔叔，谢谢你救了我。”谢林洲愣了一下，原本冷硬的眼神瞬间出现了一丝裂痕。他看着星瑶，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放轻了许多：“不客气。”我立刻捂住星瑶的嘴，不让他再说话。谢林洲上前一步，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紧绷：“孩子的父亲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死了，5年前就死了，骨灰我都扬了。”谢林洲的脸色瞬间铁青，他当然听得出我在骂他。他的视线下移，落在了星瑶胸前挂着的体验卡胸牌上，上面清清楚楚印着一行字：姓名温星瑶，年龄6岁。谢林洲的瞳孔猛地收缩，时间严丝合缝地对上了。他猛地抬起头：“温之意，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我根本不给他发难的机会，趁他愣神的功夫，我一把推开他，抱着星瑶快步走向出口。谢总，助理在旁边小心翼翼地出声：“滚开！”谢林洲没有追上来，但我能感觉到他那道极具穿透力的目光一直死死定在我的背上，直到我彻底消失在科技馆的拐角。我抱着星瑶一路狂奔到地下车库，直到坐进车里，锁上车门，我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手心全是冷汗。星瑶坐在副驾驶的儿童座椅上，手里还攥着一张科技馆的宣传单。她偏过头看我：“妈妈，你为什么跑那么快？”我发动车子，强压下心跳，里面太闷了。妈妈带你回家。星瑶眨眨眼睛，忽然说：“那个叔叔好厉害。”我踩油门的脚顿了一下。什么？星瑶挥舞了一下小手，比划着：“刚才我在里面，那个机器坏掉了，按什么都不亮，然后那个叔叔一来，随便敲了几下，门就开了。他眼睛发亮，他比我们公司里的程序员叔叔还要厉害。”我握紧方向盘，指关节微微发白。谢林洲当然厉害，他是国内顶尖的 AI 算法天才，耀晨科技就是他一手创立的。星瑶看着我，又问：“妈妈，那个叔叔为什么一直看着我？他是不是认识我啊？”我深吸一口气，冷下脸打断他的话：“他不认识你，星瑶，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不要随便亲近陌生人。”星瑶愣了一下，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不对，声音变小了。可是他虽然看起来很凶，却一点都不觉得陌生。星瑶继续说：“妈妈，那个叔叔身上的味道和家里那件旧衣服上的味道一样。”我心里猛地一紧，家里确实有一件谢林洲的旧衬衫，是我当年离开时唯一带走的东西。这5年，我偶尔会拿出来发呆。星瑶鼻子灵，居然记住了这种极淡的木质香，这句话狠狠刺进我心里。血缘这种东西真的是不讲道理。5年时间，连面都没见过一次的父子，居然会有这种天然的直觉。我强装镇定，语气强硬：“你闻错了，他就是陌生人，以后见了他，绕道走，听见没有？也不许再提他。”星瑶见我真的生气了，乖乖闭上嘴，转头看向窗外：“哦，知道了。”车子驶出地库，汇入车流。我看着后视镜里越来越远的科技馆，心跳依然没有完全平复。谢林洲已经起疑了，以他的手段查出一个孩子的出生证明，不过是时间问题。这5年我吃了多少苦，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从一个被谢家踩在脚底的弃妇，一步步爬到现在。我创立了新启智能，做出了国内最好的儿童 AI 学习终端。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和我的儿子当成可以随意拿捏的弱者。我必须加快公司的渠道铺设进度，赶在谢家动手之前拿到足够的筹码。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到达新启智能总部，刚在办公室坐下，合伙人孟晚堂就推门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企划书，脸上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之意。好消息，他把企划书拍在我桌上。我们的全国校园渠道推进计划有大金主愿意接盘了。我翻开企划书，新启智能主打儿童 AI 学习终端，产品已经成熟，但要打入全国20多个城市的科技课堂，需要庞大的渠道资源和资金支持，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瓶颈。哪家公司？我问。耀晨科技。孟晚堂拉开椅子坐下，眼睛发亮。他们愿意提供全套渠道资源，并且承诺首期垫资，只要合同签下来，新启智能立刻就能起飞。听到耀晨科技4个字，我翻文件的手顿住了。耀晨科技，谢林州的公司，谢家的产业。昨天刚在科技馆撞见，今天合作意向书就送到了桌上。天底下哪有这样巧的事？孟晚堂察觉到我的神色不对，怎么了？耀晨科技可是业内龙头，多少人求着跟他们合作。他顿了顿，试探着问：你前夫不是姓谢吗？难道？孟晚堂是知道我结过婚的，也知道我有个前夫，但我从来没提过谢林州的名字。我合上企划书，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是，耀晨科技是谢家的。孟晚堂倒吸一口凉气。那这合作要避开吗？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立刻回绝他们，大不了我们再找其他渠道商，慢一点就慢一点。我看着桌上的企划书，脑海里闪过昨天谢林州逼问新瑶身世时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还有5年前他母亲罗曼青带着保镖砸门，把支票扔在地上的画面。我冷笑一声，不必。我把企划书推回去，生意是生意，男人是男人，谢家既然主动送上门来当跳板，我们凭什么不用？我看着孟晚堂，眼神锐利，去安排谈判时间，越快越好。孟晚堂被我的气势镇住了，随即兴奋地点头，好嘞，我这就去。3天后，耀晨科技总部会议室，我带着孟晚堂和法务团队准时赴约。推开会议室的大门，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主位上的男人，耀晨科技的董事长谢林州的父亲谢崇山。5年前，就是这个男人坐在沙发上喝着茶，默认他妻子毫不留情地把我赶出谢家大门。5年后，我穿着剪裁得体的职业套装，踩着高跟鞋，从容地坐在他对面，成了能和耀晨科技平起平坐谈条件的创始人。谢崇山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快的错愕，但他毕竟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瞬间就掩饰了过去。温总，久仰大名。谢崇山笑着伸出手，完全装作从来没见过我一样。没想到新启智能的创始人这么年轻有为，我也装作不认识，礼貌地虚握了一下。谢董过奖了，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谈判桌上没有旧情，只有利益。谢家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提出的合作条件看似优厚，实际上在分成比例上挖了巨大的坑，要求新启智能让出渠道利润的60%。不仅是利润分成，耀晨还要求在新启未来的融资中拥有1票否决权。法务总监继续补充，语气傲慢。孟晚堂脸色微变，刚要开口，我听完直接笑出了声。1票否决权，你们是来谈合作的，还是来直接收购我的？新启的控制权，我绝不会让出半分。法务总监推了推眼镜，温总，耀晨科技的渠道价值不是用简单的利润来衡量的，我们能给新启带来的品牌溢价是无价的。我直接打断他，品牌溢价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发工资。新启智能的产品力就是最大的品牌。我直接把一份文件甩在桌上，滑到了谢崇山面前。谢董，60%，您胃口太大了。我靠在椅背上，声音冷硬。新启智能的核心是 AI 算法和专利，渠道只是锦上添花。谢崇山敲了敲桌子，打圆场。温总，条件都可以谈，但你要明白，耀晨的资源不是白给的。年轻人不要太气盛，没有耀晨的渠道，你们的产品只能烂在仓库里。我毫不退让地看着他，是吗？我指了指那份文件，这是昨天远航科技给我开出的报价单，他们只要40%的利润，并且愿意承担全部宣发费用。远航科技是耀晨科技在业内最大的死对头。谢崇山的脸色瞬间变了，他翻开文件看了一眼，眉头紧锁。会议室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从容不迫。谢董，新启智能现在是抢手的核心标的，我选择耀晨是因为你们的校园网覆盖率比远航高2个点，但如果你们连真金白银的利润都不肯让，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我放下咖啡杯，发出清脆的响声，45个点，这是我的底线，行就行，不行我们现在就走。我站起身，做事要走。谢崇山盯着我看了很久，他似乎第一次真正认识我。5年前那个唯唯诺诺、任人拿捏的温之意，已经彻底死在了那个雨夜。现在的我是绝不退让的资本新贵。好。谢崇山突然笑了，出声拦住我。温总真是后生可畏，45个点，耀晨签了，谈判结束，双方握手。谢崇山表面上笑得和蔼可亲，夸赞我年轻有为。我带着团队转身离开，走到会议室门口时，我忽然发现手机落在了桌上。我让孟晚堂他们先去按电梯，自己折返回去拿。会议室的门虚掩着，我刚走到门外，就听见里面传来谢崇山冰冷的声音，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和蔼。去查这个温之意这5年的底细，他背后的资金来源，还有他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他那个儿子。助理的声音传来，谢董，您是怀疑林州这2天在疯了一样查一个6岁的小男孩？谢崇山冷哼一声，
如果那个孩子真的是谢家的种，绝不能流落在外。至于这个女人，等拿到兴起的核心技术，立刻把她踢出局。我站在门外，握着门把手的手指瞬间收紧，骨节泛白，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谢家果然还是5年前那个手段狠辣的谢家，他们不仅想要我的公司，还想抢走我的儿子。我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拿回手机，我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想抢星瑶，想吞并兴起，谢崇山，你真以为现在的温之意还是5年前那个任你们宰割的弱者吗？我踩着高跟鞋，大步走向电梯。既然你们想玩，那我们就玩把大的。耀晨科技的新合同送到了兴起智能。孟晚堂拿着文件袋走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之意，耀晨那边的法务效率很高，昨天刚谈完，今天正式合同就送过来了，分成比例确实按照你提的45个点修改了。他把合同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翻到签字页，只要你签了字，我们的产品下周就能全面铺开，进入全国20多个城市的科技课堂。我拿起签字笔，没有立刻签字，而是把合同翻回了第1页。做生意不能光看表面的让步，谢崇山昨天答应得太痛快，这让我心里始终存着一份警惕。我逐字逐句地往下看，前面几页的条款都很正常，直到我翻到附加条款的第7页，我的视线停留在第7条第4款上，禁止调查补充条款。为确保合作方信誉及品牌安全，兴起智能需向耀晨科技全面披露核心高管的婚姻状况、子女信息及直系亲属背景。耀晨科技有权对上述信息进行核实。我握着签字笔的手指瞬间收紧。孟晚堂察觉到我的脸色不对，凑过来看了一眼，怎么了？这条款有什么问题吗？一般大公司合作，做个高管尽调也很正常吧？我冷笑出声，直接把签字笔扔在桌上。正常的高管尽调查的是商业履历、犯罪记录和竞业协议。我指着那行字，谁家尽调会强制要求披露子女信息的？孟晚堂愣住了，我靠在椅背上，声音毫无温度。谢崇山昨天在会议室门外吩咐助理查我的儿子，今天这份合同里就多出了这条异常条款，他们这是在明晃晃的设局。只要我签了字，谢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到星瑶的全部资料，出生证明、医疗记录、就学信息，全都会摆在谢崇山的办公桌上。孟晚堂脸色大变，他们想抢孩子，他急切地看着我。可是之意，这单合作对我们太重要了，如果不签，公司前期的渠道投入就会打水漂，下个月的现金流会非常紧张。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红笔，在那条附加条款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大叉，笔尖划破了纸张，钱可以再赚，公司可以再找渠道。我看着孟晚堂，语气坚决，但我绝对不会拿我的儿子去赌。我把合同推回去，回复耀晨科技的法务，删掉这条附加条款，否则兴起智能立刻终止合作。孟晚堂深吸了一口气，重重点头，好，我这就去办。孟晚堂离开后，我拿起水杯，发现里面空了。我起身拿着水杯下楼去买咖啡，顺便透透气。刚走出兴起智能所在的大厦1楼旋转门，我就停住了脚步。大厦外的广场上停着一辆黑色的迈巴赫，谢林舟穿着一身挺刮的黑色西装，靠在车门上，他目光直直地锁定在我身上。我没有任何犹豫，转身就往回走。温之意，他的声音在背后响起，低沉有力，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谢林舟大步走过来，直接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抬起头，眼神毫不退让地迎击他的目光。谢总，这是什么意思？合同里的陷阱被我识破了，现在打算亲自下场堵人。谢林舟微微皱眉，什么合同陷阱？我看着他这副不知情的模样，心里只觉得讽刺。谢家做事还需要你亲自开口吗？谢崇山在合同里加了强制披露子女信息的条款，不就是为了查星瑶的底细？谢林舟的脸色变了变，我没有让我父亲去查孩子，那是他自己的主张，有区别吗？我冷冷地打断他，你们谢家人做事永远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做派。5年前你母亲带着保镖冲进我的出租屋，把一张500万的支票砸在我脸上。她告诉我，你已经默许了这一切，你要回来和苏家千金订婚。谢林舟瞳孔巨震，他猛地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你说什么？他声音发抖。我从来没有默许过，我当时在国外进行绝密研发，通讯设备全部上交。我回国后，我妈拿出一份银行流水告诉我，你拿了500万走人了。我用力挣脱她的手，手腕被捏出一道红痕。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我揉着手腕，语气平静的没有任何起伏。我没有拿那500万，我签了字，净身出户，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谢林舟死死盯着我，他的眼眶泛红，呼吸变得极其粗重。他忽然伸手探入西装口袋，拿出一枚银色的星球徽章。我脸色微变，那是星瑶昨天在科技馆掉落的。他把徽章举到我面前，这上面的算法是我20岁那年写的，存在死结，被我废弃了。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见过。谢林舟步步逼近，强大的气场将我完全笼罩。温星瑶的出生时间刚好在我们离婚后的第7个月，他长着一张谢家人的脸。他在太空舱里试图输入我写过的应急指令逻辑。谢林舟停在我面前，距离我只有不到半米。他紧紧盯着我的眼睛，声音沙哑到了极点。时间、长相、算法逻辑我都查了，全都对得上。温之意，他喉结剧烈滚动，眼底压抑着极度浓烈的情绪。星瑶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我咬紧牙关，刚准备开口否认，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稚嫩的声音：妈妈。我浑身一僵，猛地回过头。星瑶背着小书包站在大厦的玻璃门后。幼儿园今天提前放学，孟晚堂安排了司机去接他。他走出门，仰起头看着谢林舟，又看向我。妈妈，他为什么说我是他的儿子？听到星瑶的问题，我的心脏剧烈收缩。我立刻转过身，快步走到星瑶面前，蹲下身子将她抱进怀里。星瑶，你听错了，
我强行稳住声音，伸手整理了一下他的衣领。这位叔叔认错人了，他不是在说你。星瑶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他伸出小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颊。妈妈，你的手好凉，你在害怕吗？我呼吸一滞，血缘带来的敏感让星瑶轻易看穿了我的伪装。谢灵舟站在不远处，他听到星瑶的话，眼神瞬间变得极其复杂。他迈开长腿，一步步朝着我们走过来，他的目光紧紧粘在星瑶身上，带着一种极其克制的渴望。星瑶，谢灵舟低声开口，声音放得很轻，生怕吓到孩子。他弯下腰，试图伸手去碰星瑶的肩膀。我猛地站起身，一把将星瑶拉到身后，用身体彻底挡住谢灵舟的视线。我直视他的眼睛，眼神充满防备和警告。谢灵舟，离他远点。谢灵舟的手僵在半空中，他看着我，眼底闪过一丝受伤的情绪之意。我只是想看看他，你没有资格看他。我毫不退让，我不管5年前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不管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母亲的所作所为。这5年是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他只姓温，和你们谢家没有任何关系。我盯着谢灵舟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警告他，别逼我恨你。谢灵舟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慢慢收回手，垂在身侧，他紧紧握着拳头，手背上的青筋清晰可见，但他没有再往前走一步。我没有再理会他，牵起星瑶的手，转身走回大厦，直到进入电梯。电梯门缓缓关上，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和技术团队开会，确认新版终端的测试数据。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你们不能进去，温总正在开会。前台小姑娘焦急的声音响起，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会议室的玻璃门被粗暴地推开。罗曼青穿着一身昂贵的高定套装，手里拎着限量版包包，带着4个穿黑西装的保镖，大步走了进来。他的下巴微微抬起，眼神充满傲慢和轻蔑，和5年前在出租屋里逼我离婚时一模一样。技术团队的员工们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面面相觑。我坐在主位上，冷冷地看着他。谢太太，这里是兴起智能，不是你们谢家的后花园。罗曼青走到会议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温之意，我今天不是来参观你这破公司的。他直奔主题，语气极其强硬。我听崇山说你生了个儿子，而且林州最近在查这个孩子。他鄙夷地扫视了一圈会议室，他流着我们谢家的血，就必须回到海城接受最好的继承人教育。你一个单亲妈妈，能给他什么前途？跟着你，他连个像样的家族背景都没有。会议室里安静极了，所有员工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我没有发怒，也没有反驳，我只是平静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录音笔。我按下播放键，录音笔里传出罗曼青5年前尖锐刻薄的声音：签了他，离开海城。你这种毫无背景的女人，根本不配进我们谢家的大门。拿着这500万，别耽误林州和苏家千金的联姻。录音在会议室里回荡，罗曼青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猛地伸手想去抢录音笔，我提前一步将录音笔收回手里，眼神冰冷。谢太太，5年前你嫌弃我毫无背景，用500万逼我滚蛋，5年后你又跑到我的地盘上，要抢我的儿子。我站起身，拿起桌上的一叠文件，啪的一声，重重地甩在罗曼青面前的桌子上。看清楚了，这是兴起智能的核心专利证书，这是全国30个城市的意向订单，这是3家顶级风投机构的 A 轮融资意向书。我盯着罗曼青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声音掷地有声。谢太太，我国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写得清清楚楚，我作为合法母亲，拥有唯一的完整的抚养权。你想抢走我儿子，建议你先让律师去看看刑法里关于拐骗儿童罪的判刑。我温之意现在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我能给我儿子最好的教育，最大的底气，最完整的尊严。我微微前倾身体，充满压迫感的反问：这些你们谢家给得起吗？罗曼青被我的气势逼得后退了一步，他看着桌上的文件，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年那个任他拿捏的孤女，现在居然敢当众打他的脸。温之意，你别太嚣张！罗曼青咬牙切齿地指着我，你真以为弄个破公司就能和谢家抗衡了？我倒要看看，没有药尘科技的渠道支持，你这破公司能撑多久？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带着保镖转身离开。当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加班，孟晚堂急匆匆地推门进来，脸色极其难看。他手里拿着一份传真文件，之意出事了。他将文件递给我，药尘科技刚刚发来正式通知，他们单方面暂停了所有合作推进计划。药尘科技的暂停合作通知引发了连锁反应。第二天一早，兴起智能的办公区气氛极其压抑，原定的渠道铺设计划全线受阻。几个已经谈妥的试点学校因为药尘的退出，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暂缓签约。股东群里消息不断，投资人开始观望，员工们在茶水间里低声交谈，人心惶惶。孟晚堂把一摞被退回的合作意向书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眉头紧锁。之意，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药尘科技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们一撤，其他渠道商都在看风向，谁也不敢轻易接盘。他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我，试探着建议，要不我们先让一步，谢家要的无非是一个态度，我们主动去谈谈，或许还有转机。我接过水杯，喝了一口，不能让。我看着孟晚堂，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们卡我们的脖子，就是在逼我低头。今天为了渠道，我把儿子的信息交出去，明天他们就会用同样的手段逼我把儿子的抚养权交出去。我将水杯重重地放在桌上，低一次头就会有第二次。兴起智能能走到今天，靠的是产品，不是谢家的施舍。我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绕开药尘，直接联系2线城市的独立教育机构和私立学校，我们一家一家去谈。孟晚堂看着我坚定的背影，深吸了一口气，用力点头。
好，听你的，我这就去安排销售团队开会。孟晚堂刚离开办公室，前台就打来内线电话，温总。耀晨科技的品牌战略总监苏小姐说要见您。苏小姐，苏映和，5年前罗曼卿口中那个要和谢灵洲联姻的苏家千金。我眼神微冷，让她进来。几分钟后，苏映和推门走进我的办公室，她穿着一身当季最新款的香奈儿套装，妆容精致，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她踩着高跟鞋走到我的办公桌前，自顾自地拉开椅子坐下。温总，好久不见。苏映和脸上带着无懈可击的微笑，眼神却充满高高在上的审视。我今天代表耀晨科技过来，是想和温总聊聊合作的事。我没有接他的话，只是冷淡地看着他。苏总监有话直说。苏映和放下咖啡杯，身体微微前倾。林州最近为了那个孩子的事情，情绪很受影响，谢伯母也很生气。他叹了一口气，装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模样。温总，其实事情没必要闹得这么僵，只要你愿意公开澄清，那个孩子和林州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个误会。苏映和看着我的眼睛，抛出条件。耀晨科技不仅会立刻恢复合作，我还可以做主，在利润分成上再让给你们5个点。我听完他的话，直接笑出了声。苏映和的算盘打得真响，他根本不在乎合作赚多少钱，他只在乎谢灵洲。他害怕新瑶的存在会威胁到他未来谢家少奶奶的地位，所以他用公司的资源做筹码，逼我亲口斩断新瑶和谢灵洲的血缘关系。苏总监，我收起笑容，目光锐利地盯着他，你是不是觉得有钱有势就可以买断一切？苏映和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温总，我是为了你好，兴起智能现在面临什么危机，你心里最清楚。我毫不留情地戳穿他的伪装，你是为了你自己。我站起身，双手撑在办公桌上，充满压迫感地看着他。你害怕谢灵洲知道当年的真相，你害怕他把精力放在我们母子身上，所以你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想用一份合同封我的口。苏映和的脸色彻底变了，他猛地站起身，维持不住刚才的优雅。我指着办公室的门，声音极冷，回去告诉谢家的人，我的儿子是我温之意的底线，他不是你们谈判桌上的筹码，更不是你用来稳固地位的工具。兴起智能就算破产，我也不会拿它做交易。苏映和死死咬着嘴唇，脸色极其难看。他拿起桌上的咖啡杯，冷笑一声，温之意，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这么有骨气，那你就等着看兴起智能怎么死吧。他踩着高跟鞋，怒气冲冲地摔门离去。当天下午，一条爆炸性的八卦新闻毫无预兆地冲上了个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首，一场针对我的舆论风暴彻底爆发了。短短2个小时内，3条词条空降热搜榜前10。兴起智能女创始人靠私生子攀附豪门，温之意、谢家；儿童 AI 产品靠裙带关系进校园，营销号的通稿写得极其恶毒。通稿里说我隐婚生子，故意拿儿子当筹码逼宫谢家，说兴起智能的产品根本不过关，全靠耀晨科技在背后暗箱操作，才能拿到那么多学校的订单。底下配了一张模糊的照片，是我前2天在兴起大厦楼下把新瑶护在身后和谢灵洲对峙的画面。评论区全是不堪入目的谩骂。我就说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几年时间把公司做这么大？原来是靠睡出来的，拿自己儿子当筹码，真够恶心的。这种人做的儿童产品，谁敢给自家孩子用啊？抵制兴起智能，舆论迅速发酵，兴起智能的办公区彻底炸了锅，前台的电话被打爆，3个原定今天签约的合作学校发来邮件要求暂停签约流程，几家正在接触的投资机构也纷纷打来电话质问情况。孟晚堂急得满头大汗，拿着平板冲进我的办公室，之意网上的水军明显是有人买的，节奏带得太整齐了，全在攻击我们的产品入校资质。他把平板递给我，股东群里也闹翻了，要求你立刻给个交代，我们要不要先发个声明稳住局面？我看着屏幕上那些恶毒的评论，眼神极其平静。发声明没用，网友只看证据，不看小作文。我站起身，拿起桌上的车钥匙，通知公关部，立刻包下楼下的会议中心，邀请所有主流媒体和科技圈的记者。2个小时后召开紧急发布会。孟晚堂愣了一下，现在开发布会，记者肯定会问那些私人问题的，这太冒险了。我就是要他们问，我声音冷硬，私生活我不回应，但产品质疑，我就用产品狠狠打回去。2个小时后，兴起大厦会议中心，全场座无虚席，无数长枪短炮对准了主席台，闪光灯连成一片，刺得人睁不开眼。我穿着一身黑色西装，踩着高跟鞋，大步走到台前坐下，刚一落座，底下的记者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发难。温总，网传您的儿子是谢家的私生子，请问您作何解释？温总，兴起智能的产品是不是靠谢家的渠道才进入校园的？有家长质疑你们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您有什么要说的吗？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我没有躲避镜头，直接拿过麦克风。今天这场发布会只回应兴起智能的商业问题。我按下面前的遥控器，背后的巨型屏幕瞬间亮起。第一张 PPT 是国家级第3方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这是兴起智能全线产品的检测数据，所有指标均高于国家标准30%。我看着台下的记者，声音掷地有声，说我们的产品存在隐患，拿出证据来。
否则兴起的法务部会追究到底。紧接着，我切到第2张 PPT， 上面密密麻麻列满了兴起智能的核心专利证书，以及早期独立拿下的10几家试点学校的数据反馈。兴起智能的第1批校园订单是在接触耀晨科技之前，靠我们团队一家一家学校跑出来的。试点学校的学生成绩提升率都在教育局的备案系统里，随时可以查。我按下最后一张 PPT， 大屏幕上赫然出现了远航科技给我开出的那份渠道合作报价单。全场记者倒吸一口凉气，远航科技可是耀晨的死对头。我盯着镜头，目光锐利。有人说我靠谢家拿渠道，事实是远航科技开出了比耀晨更优厚的条件，求着跟兴起合作。我创业最难，公司快要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谢家没有出现过。现在我站起来了，兴起智能成了行业的香饽饽。我冷笑一声，语气充满不屑，他们也不配来分这个功劳。全场死寂，所有记者都被我的强硬镇住了。没人想到我敢当着全网的面直接把谢家踩在脚底。发布会全程直播，网上的舆论瞬间2极反转。发布会刚结束，孟晚堂拿着手机激动地冲进后台休息室，之意你快看微博。我接过手机，热搜第1的词条已经换了。谢林洲用他认证为耀晨科技总裁的个人大 V 账号直接转发了我的发布会直播视频，他只配了一句话：兴起智能的成功与谢家无关，温之意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底下还附带了一张耀晨科技法务部的盖章声明，宣布将对所有造谣兴起智能和温之意的营销号进行顶格起诉。这条微博一出，彻底坐实了我的清白。傍晚，兴起大厦楼下，我刚走出旋转门，就看到了谢林洲的车，他没有带司机，一个人靠在车门上等我。看到我出来，他立刻掐灭了手里的烟，大步走过来，之意他开口，声音沙哑，姿态放得极低。网上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干净了。我停下脚步，冷淡地看着他。谢总动作倒是快，造谣的源头我查清楚了。谢林洲看着我，毫不避讳地交代，是苏映和买的水军，他已经被我赶出耀晨，婚约也解除了。我微微有些意外，但面上依然平静。谢总处理家务事，不需要向我汇报。谢林洲喉结滚动了一下，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祈求。我不是来求你原谅的。他深吸了一口气，声音放得很轻，我只求你让我见见星瑶。我皱起眉头，刚想拒绝，脑海里却忽然闪过前天晚上星瑶坐在地毯上拼乐高时偷偷问我的那句话：妈妈，那个救我的叔叔还会不会来啊？血缘的羁绊不是我强行阻断就能消失的。星瑶从小就没有父亲，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渴望有一个像谢林洲那样高大厉害的父亲。我看着谢林洲发红的眼眶，沉默了很久，终于我松了口。想见他可以。我盯着他的眼睛，语气极其强势，但我有5条规矩，你如果做不到任何1条，这辈子都别想再见他。谢林洲眼睛猛地一亮，毫不犹豫地点头。你说，我全都答应。我竖起手指，一条一条地列出来。第1，不准向他透露你们的父子身份，他现在只知道你是个救过他的叔叔。第2，每个月最多只能见2次。第3，见面的地点和时间必须由我来定，我必须全程在场。第4，绝对不准私下联系他，或者去幼儿园堵他。我顿了顿，眼神变得极其冷厉。第5，谢家的任何人，包括你父母，绝对不准越过我来接触他，否则我会立刻带他出国，你们永远都找不到。谢林洲听完，没有任何犹豫。好，我全部答应。周末，市中心的一家大型手工体验馆，我牵着星瑶的手推开包间的门，谢林洲早就等在里面了。他今天没有穿西装，而是换了一身休闲的黑色工程外套，看起来少些冷硬，多了几分人情味。星瑶一进门，看到他，眼睛瞬间亮了，就我的叔叔。星瑶松开我的手，高兴地朝着谢林洲跑过去。谢林洲浑身一震，他猛地蹲下身，张开双臂，稳稳地接住了扑过来的星瑶。叔叔，你真的来陪我玩啦？星瑶兴奋地抓着他的衣袖，谢林洲紧紧抱着怀里小小的身体，他将脸埋在星瑶的肩膀上。我站在门口，清楚地看到那一瞬间，谢林洲的眼眶彻底红了。手工体验馆的包间里，气氛出奇的融洽。谢林洲陪着星瑶坐在宽大的工作台前，面前摆着一套复杂的机械星球模型。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手里拿着平板处理邮件，视线却控制不住地往他们那边飘。谢林洲极其耐心，他没有直接帮星瑶拼装，而是拿着图纸一步步引导星瑶去理解齿轮的传动逻辑。你看，这个主齿轮转动1圈，旁边的小齿轮会转几圈？谢林洲指着模型底座问。星瑶盯着看了一会儿，小手在空中比划了2下，3圈半。谢林洲眼睛亮了，毫不吝啬的夸赞，非常聪明。那如果我们要让上面的星球转得慢一点，该换哪个齿轮？星瑶立刻拿起旁边的一个大号齿轮，准确地卡进了传动轴里。我看着他们的互动，心里五味杂陈。血缘真的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他们坐在一起简直就是复制粘贴。星瑶遇到难题时，会下意识地微微皱起眉心，用左手食指轻轻敲击桌面，而谢林洲在思考算法时也是一模一样的动作，连他们解题的逻辑切入点都完全一致。下午，谢林洲又带我们去了狮天文馆，在巨大的星空穹顶下，星瑶指着其中一颗暗蓝色的星球，叔叔，我最喜欢那颗星，还有很漂亮的环。谢林洲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笑了，那是土星，叔叔也最喜欢那一颗。他低下头看着星瑶的眼睛，因为他的星环是由无数冰块和岩石组成的，它看起来很冷，但其实很坚固。星瑶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拉着谢林洲的手往前走，我跟在他们身后，看着谢林洲宽阔的背影和星瑶紧紧牵着他的小手。我恨谢林洲缺席了5年，
我恨他母亲当年的羞辱，但我无法否认，星瑶真的很开心。他需要父亲。从天文馆出来，天已经黑了。谢灵舟站在车窗外，目送我们离开。他一直克制着情绪，严格遵守着我定下的规矩，没有越界半步。回家的路上，车厢里很安静。星瑶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手里还抱着那个拼好的机械模型。车子等红灯的时候，星瑶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妈妈。”我看着后视镜里他认真的小脸，怎么了？星瑶揪着安全带，声音很轻，却极其清晰：“谢叔叔，是不是我爸爸？”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收紧，指关节瞬间泛白。我没想到星瑶会这么直接地问出来。他才6岁，但他比同龄的孩子敏感太多。绿灯亮了，我踩下油门，车子平稳地向前开去。我没有直接否认，也没有承认，我只是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星瑶，等你再长大一点，妈妈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星瑶没有闹，她安静地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过了很久，她才小声地问了一句：“如果他是爸爸，他为什么以前从来不来找我？”这句话像一把钝刀，狠狠地割在我的心上。我喉咙发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只能沉默。周一早晨，星启智能总部，我刚走进办公室，孟晚堂就脸色惨白地冲了进来。之意，出大事了。他连门都没敲，直接把平板电脑推到我面前，屏幕上正在播放一段短视频，一个7、8岁的男孩正在使用星启智能的校园 AI 实验盒。突然，实验盒的屏幕闪烁了几下，瞬间黑屏，整个班次的终端设备全部卡死在教学界面，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老师急忙上前检查，屏幕上只显示出一行乱码，反复重启也无法恢复。家长群里炸开了锅，有人拍下视频发到网上，标题写着星启智能实验和大面积死机，耽误孩子正常上课。热搜榜上全都是极其刺眼的词条：星启智能实验和黑屏死机，温之翼黑心企业家。底下的评论区彻底失控，全都是一边倒的谩骂，豪门私事都没处理明白，还敢做儿童产品，这就是拿我们孩子的教育在开玩笑。抵制星启智能，让温之翼滚出教育界。我死死盯着屏幕，浑身发冷。星启智能的实验和经过了无数次安全测试，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大面积恶意所死的情况，这绝对不是意外，有人在背后下死手。之翼，现在怎么办？孟晚堂急的声音都在抖，合作学校的电话已经打爆了，要求立刻退货。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第一，立刻发布全网公告，无条件召回所有涉事批次的实验盒，运费和补偿全部由星启承担。第二，封存仓库里所有同批次产品，立刻联系国家级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全面拆解检测。第三，通知法务部固定网上所有恶意剪辑和造谣的证据。我站起身，拿起外套，让公关部安排，我亲自去大厦楼下见媒体。10分钟后，我站在星启大厦1楼的大厅里，直面几十家媒体的长枪短炮。星启智能绝不会拿孩子的教育安全开玩笑。我语气极其强硬，我已经下令召回全部涉事批次。如果是星启的问题，我温之翼倾家荡产也会负责到底。但如果是有人恶意陷害，我也绝不会放过他。应付完媒体，我刚回到办公室，手机就响了，是星瑶的带队老师打来的。温星瑶妈妈，您快来一趟市科技馆，星瑶出事了。我脑子嗡的一声，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今天不仅是星启智能发货的日子，也是星瑶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赛决赛的日子。我一路狂奔到市科技馆的比赛后台，刚推开门，我就看到星瑶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角落里，她怀里死死抱着那个机械星球模型，眼眶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的没有掉下来。带队老师和几个组委会的评委站在旁边，脸色严肃。妈妈，看到我？星瑶终于绷不住了，她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委屈。妈妈，我没有作弊。我心口一阵剧痛，立刻蹲下身抱住她。怎么回事？我冷冷地看向组委会的人，一个评委走上前来，递给我一封打印好的信件。温女士，我们刚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信里说温星瑶参赛的这个机械模型根本不是她自己做的。举报人称，这个模型是耀晨科技的总裁谢灵舟代为制作的，说你们是靠着内部关系才拿到了决赛的名额。我看着那封举报信，手指瞬间捏，信里甚至附带了昨天谢灵舟在手工馆陪星瑶拼模型的照片，照片的角度极其刁钻，只拍到了谢灵舟的手在调整齿轮，完全抹去了星瑶自己动手的部分，一箭双雕，毁了我的公司，还要毁了我儿子的清白。我没有。星瑶大声反驳，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这是我自己画的图纸，我自己拼的齿轮，谢叔叔只是教了我原理。就在这时，后台的门被人猛地推开，谢灵舟大步走了进来，他连西装外套都没穿，领带扯得松垮，显然是接到消息一路赶过来的。他走到我们面前，蹲下身，直视着星瑶的眼睛，叔叔也信你。谢灵舟站起身，冷冷地扫视了一圈组委会的评委，我是谢灵舟，这个模型从图纸设计到零件组装，全都是温星瑶独立完成的。如果组委会有疑问，可以立刻安排现场答辩，但如果你们仅凭一封造谣的举报信就取消一个天才孩子的资格，耀晨科技的法务部会直接起诉你们名誉侵权。评委们被谢灵舟的气场镇住了，面面相觑后妥协了。既然这样，我们安排明天上午进行特别答辩。我牵着星瑶的手走出科技馆，
谢林州跟在我们身后，刚走到车旁，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孟晚堂发来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我点开文件，快速扫过检测结论：主板芯片内部被恶意植入第三方锁死程序，导致全线终端在使用中出现大范围黑屏闪退，无法正常教学。该芯片供应商瑞丰电子此前已被耀晨科技内部拉黑，属于恶意商业破坏和技术盗窃。我继续往下翻，看到了那批传感器的供应商名字：瑞丰电子。我死死盯着这4个字，冷笑出声，转过身，将手机屏幕直接对到谢林州面前。谢总，这就是你们耀晨科技的手段吗？谢林州愣了一下，低头看向屏幕。瑞丰电子是你们耀晨科技内部极力推荐给兴起的供应商。我看着他，眼神冷到了极点。第一天卡我的渠道，第2天造谣我的儿子，第3天直接在产品硬件上下黑手。谢林州，这次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谢林州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检测报告，脸色瞬间铁青。他一把拿过我的手机，死死盯着瑞丰电子4个字，这绝对不是我的意思。他抬起头，眼神极其冷厉。瑞丰电子早就被耀晨科技拉入黑名单了，他们的品控根本不达标，我怎么可能把他们推荐给兴起？我冷笑一声，毫不退让。但供应商推荐名单上明明白白盖着你们耀晨科技渠道部的公章。谢林州没有反驳，他直接拿出自己的手机，当着我的面拨通了林特助的电话，立刻查。他声音冷得像冰，扎耀晨内部的系统日志，我要知道是谁越过我的权限，把瑞丰电子加进了给兴起智能的推荐名单里，查瑞丰电子最近的所有资金往来，1分钱都不要放过。挂断电话，谢林州看向我，给我3个小时，他语气极其郑重，我一定会把幕后黑手揪出来，无论他是谁。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没有说话，牵着星瑶上了车。3个小时后，兴起智能总部，谢林州带着林特助直接推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他将一叠厚厚的证据甩在办公桌上，查清楚了。谢林州声音里压抑着极度的怒火，是谢明川。我拿起桌上的文件，里面是耀晨科技内部权限日志的截图，以及瑞丰电子老总的海外账户流水。谢明川利用副总裁的职务之便，干预了供应商名单，并删除了瑞丰电子的不合格检测记录。他还向瑞丰电子老总的海外账户转移了300万的封口费。他不仅植入了锁死程序，连星瑶竞赛的匿名举报信也是他安排人发的，目的就是要从技术上彻底搞死兴起智能，同时阻断谢林州和我复合的任何可能。谢林州双手撑在办公桌上，手背青筋暴起。我已经将系统日志和300万海外流水的证据同步移交了海城京侦大队，警方已经立案并签发了传唤通知。下午的发布会，我们不仅要澄清兴起的清白，更要支持警方在全网镜头前将幕后黑手绳之以法。下午2点，兴起大厦会议中心，全网关注的澄清发布会正式开始。我站在台上，背后的大屏幕上直接放出了第三方检测报告，以及谢明川受贿和植入恶意程序的完整证据链。台下的记者一片哗然。谢林州拿起麦克风，面向镜头，声音沉稳有力：所有证据我们已于昨晚移交海城经侦大队，今天这场发布会也是配合警方的一次公开收网行动。话音刚落，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几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大步走了进来。谢明川原本还坐在台下的角落里准备看笑话，看到警察的瞬间脸色惨白，转身就想跑，警察直接将他按在墙上，戴上手铐。谢明川，你涉嫌商业破坏、职务侵占，现依法对你执行刑事拘留。闪光灯疯狂闪烁，拍下了谢明川狼狈落网的画面。谢林州坐在台下第1排，冷冷地看着这一幕，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舆论瞬间大反转。发布会结束后，我没有停歇，带着星瑶和谢林州一起直奔市科技馆的答辩现场。评委席上坐着5位业内顶尖的专家，星瑶背着小书包，一个人走上答辩台。他没有丝毫怯场，他拉开书包拉链，各位评委老师，这是我过去3个月画的图纸。他将草稿铺在展示台上，接着他拿出一个 U 盘，插进电脑，大屏幕上开始播放视频。视频里是星瑶在家里无数次拼装失败，急得掉眼泪，却又一次次重新开始的画面。这个齿轮的传动比我算错了11次。星瑶指着屏幕，声音稚嫩却极其清晰：谢叔叔确实教过我，他告诉我，如果逻辑走不通，就退回原点重新建立模型，但他从来没有替我动过1次手。星瑶转过身，当着所有评委的面，将那个完整的机械星球模型瞬间拆成了一堆零件，然后他深吸一口气，小手开始飞速组装。不到10分钟，一个完美的模型重新出现在展示台上，主齿轮转动，上面的星球开始平稳的旋转，全场安静极了。星瑶看着评委，眼睛亮晶晶的。我喜欢科技，不是因为我是谁的儿子，也不是为了拿奖，是因为我想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主评委站起身，带头鼓掌。温星瑶同学，你的答辩非常精彩，组委会一致认定举报不实，你的决赛成绩完全有效，你是当之无愧的1等奖。星瑶高兴地跳了起来，她跑下台，一把抱住我，妈妈，我做到了。我紧紧抱住她，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谢林州站在旁边看着我们，眼底满是温柔和骄傲。走出科技馆的大楼，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星瑶一手牵着我，一手抱着奖牌，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头，认真地看向谢林州叔叔。谢林州停下脚步，蹲下身看着他，怎么了？星瑶歪着头，大眼睛里闪烁着极其聪慧的光芒。你刚才在后台保护我的时候，是不是差点脱口而出说你是我爸爸？这句话一出，我和谢林州同时僵在了原地，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科技馆门外的广场上，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谢林州蹲在地上，
保持着看着星瑶的姿势，他的嘴唇微微发颤，眼眶瞬间红透了。他没有敢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转过头，用一种极其克制又充满祈求的目光看向我。他在等我的宣判。我看着星瑶那双和谢灵舟一模一样的眼睛，心里的那堵高墙终于在这一刻轰然倒塌。我深吸了一口气，蹲下身，平视着星瑶。星瑶，我握住她小小的肩膀，声音有些发抖。他没有认错人，你也没有感觉错。我指了指谢灵舟，他确实是你的父亲。星瑶愣住了，他看看我，又看看谢灵舟，大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迷茫。我没有再隐瞒，用他能听懂的方式，把当年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当年大人之间发生了很多误会，爸爸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联系不上。妈妈以为爸爸不要我们了，所以带着你离开了。这5年，爸爸一直在找我们，他不是故意不来见你的。我以为星瑶会哭，会闹，会质问为什么，但他没有。他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他伸出小手，紧紧抱住了我的脖子。妈妈，星瑶把脸埋在我的颈窝里，声音闷闷的，却懂事的让人心碎。你一个人养我，一定很辛苦吧？这句话一出来，我瞬间泪崩。5年来所有的委屈、心酸和防备，都在儿子这个拥抱里彻底融化。谢灵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伸出双臂，将我和星瑶一起用力拥入怀中。他的眼泪砸在我的肩膀上，滚烫的吓人。对不起，谢灵舟声音嘶哑，带着极度的自责和痛苦。对不起，我缺席了太久，让你们受了这么多苦。星瑶从我怀里抬起头，伸出小手，轻轻擦掉谢灵舟脸上的眼泪。那你以后还会缺席吗？谢灵舟握住星瑶的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他看着星瑶，又深深地看向我。不会，我用我的生命发誓，这辈子我绝不会再离开你们半步。3个月后，兴起智能的危机彻底解除，因为那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公关反杀，兴起的口碑不降反升 ，A 轮融资顺利到账，产品全面铺开，进入了全国50多个城市的校园渠道。年底，兴起智能更是拿下了国际教育科技创新大奖，谢家那边也迎来了大清洗。谢明川因为商业犯罪被正式起诉，面临牢狱之灾；苏映和身败名裂，被苏家送出了国。而罗曼青，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用500万羞辱我的女人，在一个下雨的下午，亲自来到了兴起智能的楼下。她没有带保镖，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她站在我的车前，低着头，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致意当年是我错了。她声音苍老了许多，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别拦着灵舟。她这5年活得太苦了。我看着他，没有任何报复的快感，只有平静。谢太太，我不会拦着他当父亲，但我也不会因为你的道歉就忘记当年的伤害。我关上车窗，直接驶离。这3个月里，谢灵舟一直严守着边界，他每天接送星瑶上下学，周末陪我们去游乐园，去图书馆。他把耀晨科技一半的股份无偿转让到了星瑶的名下，但他从来没有逼我复合，他只是用行动一点一点地填补着这5年的空白。除夕夜，谢灵舟留在我们家吃年夜饭，吃完饭，星瑶神神秘秘地跑回房间，拿出一张画纸，她把画纸铺在茶几上，画上是用彩色蜡笔画的3个人。妈妈，星瑶指着画，仰起头看着我，我想要一张完整的全家福，可以吗？谢灵舟坐在沙发上，浑身一僵，他不敢说话，只是用那种克制又温柔到极致的眼神看着我，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我看着画上那3个手牵手的小人，沉默了片刻。我抬起头，对上谢灵舟的眼睛。谢灵舟，我语气平静，却极其认真。我不是因为孩子才原谅你。谢灵舟愣住了，眼底闪过一丝慌乱。我顿了顿，嘴角微微扬起一抹释然的弧度。我是因为现在的我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我有选择幸福的权利，也不再害怕任何人的伤害。谢灵舟的眼眶瞬间红了，他猛地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单膝跪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致意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再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大年初一，我们一家3口重新回到了云琼未来馆。当年那个困住星瑶的模拟太空舱已经被耀晨科技彻底改造，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星空互动展厅。展厅里星光璀璨，星瑶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谢灵舟，他走在中间，高兴的一蹦一跳。那我宣布，星瑶大声喊道，声音在星空穹顶下回荡，爸爸的试用期正式开始。我转过头看向谢灵舟，听见了。我挑了挑眉，表现不好，随时淘汰。谢灵舟笑着握紧了我的手，十指紧扣，再也没有松开。遵命，我的温总。